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26号星期五。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泽连斯基周日赴美，20点和平框架完成90%。美国国土安全部新规，所有非公民出入境要拍照。神谕20周年重返德州，各级议员褒奖。设立隐秘机构，中共严控境外网络舆情。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晚间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周五，乌克兰和平谈判出现新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未来几周谈判进程可能相当密集，而美国和乌克兰协议的20点和平框架已经完成大约9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五宣布，将于本周日飞往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重点讨论安全保障与领土问题。前一天，他在周四的夜间视讯谈话中坦言，协议仍然涉及多项高度敏感议题。泽连斯基透露，目前乌克兰和美国已经商定的20点和平框架完成度大约90%。Сьогодні ж практично годину говорили з представникам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Ми говорили зі Стівом Віткофом та Джаредом Кушнером, і це була справді хороша розмова, багато деталей, є хороші ідеї, ми їх обговорили. 泽连斯基曾表示，如果俄罗斯撤军，并在国际部队的监督下设立非军事区，乌方不排除自东部顿巴斯部分地区撤军，作为终结战争的可能方案之一。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也释出耐人寻味的讯号。俄罗斯主要报纸《工商日报》透露，总统普京日前私下对多名重量级的企业家表示，不排除拿出部分俄方日前控制的乌克兰领土作为交换条件，但前提是整个顿巴斯地区必须给俄罗斯。在全球外交层面，美国国务院前代理亚太事务驻青董云商近日接受中方媒体访问时表示，美中领导人可能在2026年举行多达4次会晤，这将是稳定双边关系的非常积极的讯号。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以欣综合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入境新规定生效，从12月26号开始，所有非美国公民，包括绿卡的持有者，在出入境时都要强制接受面部识别等生物信息采集。国土安全部颁布的签证及旅游管制新规要求，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包括飞机、陆路、海路、步行等，所有非美国公民入境都要进行拍照等面部识别检查，包括指纹采集、虹膜扫描等。包括绿卡持有者、外交官、加拿大访客也需要遵守新规。14岁以下儿童和79岁成年人也不能豁免。采集的生物信息会被长期保存在国土安全部系统，用于核实身份、评估居留时间、判断入籍资格等。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将外国人出入境时的生物识别数据进行比对，有助于解决恐怖主义威胁、非法使用旅行证件、逾期滞留以及旅客个人信息不完整或错误等问题而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采集面部信息嘛，那可能就为了进行 FBI 或者是国际上的一些面部识别信息对比，然后看这个入境的人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曾经违法犯罪背景啊，或者事件什么之类的，然后提高美国安全。新规还要求，来自19个被列为有安全风险国家的绿卡持有人，包括阿富汗、缅甸、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居民，在出入境时过边检中要接受更严格的检查。我们已经听说有的美国公民从恐怖活动比较频繁的国家进入美国，CBP 照样对他们提出很多问题要他们说明这个旅行的目的。律师建议，绿卡持有人出境前要备齐证件，并且确认证件没有过期。具体情况应该咨询律师意见。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纽约采访报道。周四，一名在 UPS 飞机事故中受重伤的地面工人因伤去世，
这让遇难的总人数增加到15人。周四，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在 X 平台发表推文表示，告诉大家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今天我们失去了阿兰·罗德里格斯·科列纳，他因在 UPS 飞机坠毁事故中受伤而去世，使我们的遇难者总数达到15人。事件的起因是一辆美国快递公司 UPS 的2976号航班，在2025年11月4日下午大约傍晚5点15分，从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国际机场起飞时，左侧发动机在起飞滑跑过程中与机翼脱离，机体起火，最终坠毁在机场旁边的工业区。贝希尔州长及路易斯维尔市长克雷格·格林伯格对遇难者家属表达了深切慰问，并呼吁社区持续关注与支持伤者及其家庭。州政府相关部门已在事故发生后强调将提供必要的资源与援助。这起空难是 UPS 公司历史上遇难人数最多的空难。UPS 在事故发生后发表声明称，对此次事故造成的重大伤亡深表哀痛，并已配合当局调查事故原因。UPS 已按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的适航指令，暂时停飞其 MD-11 机队，以进行全面安全检查。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应翔综合报道。联邦法官近日有一项新判决，纽约州仍然可以向通过考试但是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人发放驾照。对于这项新变化，民众有什么看法呢？来看今天的我有话说。根据绿灯法，没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的人可以提交其他身份证件，包括有效护照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签发的驾照，但申请人仍需通过路考才能获得标准驾照。另外，这项法规还为相关人士购买车辆保险提供了便利。非法移民，我觉得是什么人都可以拿到驾照的话，我觉得是其实上是对城市来说不怎么安全的。I feel like they drive anyway, so it's better that they have some kind of like registration and stuff. They need document for that because this is professional job. They have to go school for that, and that's general knowledge. It's good to know. I think it's more just the qualification you need to get a driver's license. I feel it's really easy to get it in the U.S.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It's very different. Like the traffic laws are different here, and also the processes to get a driver's license. Whereas in places like Germany, for example, it's very difficult to obtain a driver's license. There's a lot more criteria you have to go through and longer experience in driving schools and stuff. 如果他懂得美国的法律的话，他在这个地方会给他带来很多的次序啊，他会懂得这里的法律啊，他开车子会遵守法规啊。As long as they can drive safely and they respect all traffic laws, you know, they're good to go. Sometimes you don't know what kind of person that behind the wheel, and then on top of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kind of stuff going on in the person's mind. It's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that are the reason for it. I think there could be correlations that don't make sense, so I think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but it's definitely an opportunity. 接下来请看本期的美国聚焦。周五，象征新年到来的2026新年数字正式安装在纽约时代广场1号大楼的顶部，每个数字高度都超过2.1米，一共使用了594个全新的 LED 灯盘。今年的数字以美国国旗的红白蓝3色点亮，而跨年水晶球上则写着 American 250，纪念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Where we will have a whole new kind of confetti display that's going to be, again, very patriotic and very exciting and really a reminder of what's to come for 2026. 2名美国爱荷华州国民警卫队士兵，分别是25岁的托雷斯·托瓦尔和29岁的霍华德。2人在叙利亚沙漠执行任务期间遭到攻击，不幸殉职。他们的遗体在周3运返州府德梅因，让家属能在圣诞前夕送别亲人。灵柩覆盖着美国国旗，在庄严的军方仪式中，由国民警卫队官兵护送下机。军方已经追授2人上士军衔，表彰他们在服役期间的贡献与牺牲。一场携带冰雪的冬季风暴周五席卷美国5大湖区与东北部地区，并预计持续到周6。国家气象局表示，纽约市、新泽西州以及长岛地区的冬季风暴警报已经在周五下午生效，预计总降雪量可以达到23厘米。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Wire 的信息，截至周五下午2点，已经有1388架次航班取消，另有4685架次航班延误。
一段周四在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一名乘客在曼哈顿的地铁站疑似逃票时，被纽约大都会运输署新型旋转闸机卡住，脖子被夹在闸门外，无法脱身。画面中可见，一名 MTA 工作人员在闸门另一侧尝试撬开设备，协助乘客脱困。MTA 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正在监控设备，作为试点项目的一部分，我们会密切关注闸机的运行情况。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尚静纽约报道。12月26号，美国神韵艺术团重返德州，以全新的制作为当地观众带来顶级的艺术盛宴。今年恰逢神韵成立20周年，德州各级议员纷纷发来贺信，表彰神韵的成就，并欢迎神韵的到来。继美国德州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11月致信祝贺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12月17号，德州州参议员唐纳·坎贝尔向神韵赠送了一面曾在德州州议会大厦升挂过的德州州旗，借此表达德州州政府对神韵的支持与感谢。坎贝尔在表彰证书中表示，以此表彰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并感谢其捍卫人类自由。与此同时，另一位德州州参议员伯里斯·迈尔斯与多位州众议员，包括斯蒂安·曼努埃尔、罗恩·雷诺兹、特里梅萨、芭芭拉·格文·霍金斯在内，发来联合决议，祝贺神韵20周年，并表彰神韵在艺术成就和文化贡献方面所做出的持续贡献。他们在联合决议中写道，神韵始终致力于分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展现了鼓舞人心的韧性和艺术造诣，引起了各个年龄层、各种信仰和背景人们的共鸣。在过去的20年中，神韵艺术团精彩绝伦的演出征服了世界各地的观众，其20周年巡回演出正受到孤星州无数居民的热烈期待。除此之外，神韵今年德州巡回演出的首站，休斯敦市的市议员特维拉·卡特·玛丽南·霍夫曼也向神韵发来褒奖。卡特在褒奖令中写道，神韵通过精湛的艺术，包括中国古典舞蹈、现场交响乐演奏和丰富的故事叙述，向世界各地的观众传递着美、慈悲和希望的信息，深深激励着他们。这张证书进一步彰显了您的勇气、韧性和对艺术自由的坚定承诺。尽管冲突不断，神韵始终坚定不移地履行其使命。您的坚持不懈，有力地证明了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霍夫曼则写道，凭借勇气、毅力以及美国立国原则赋予的艺术自由，神韵在持续遭受跨国打压的情况下仍坚持使命。休斯敦市因神韵这样的艺术团体而更加丰富多彩，其对真理、美与文化表达的坚守堪称强而有力的典范。神韵艺术团自12月26号起将陆续在德州10个城市进行演出，详情请登录神韵官方网站查询。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周琦、李欣综合报道。广告之后您将看到，涉隐秘机构，中共严控境外网络舆情。Hi, everybody. This is your favorite Assemblyman Carl Brabenec, representing the 98th District here in Orange County and Rockland County. And I just want to wish the entire viewing audience of NTD a very, very Merry Christmas, Happy Holiday Season, and most importantly, a very happy, healthy, and prosperous 2026. Have a great New Year, everyon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在中共监控境外网络舆情加剧的背景下，中共成立新型机构，部分省份已经设立境外网络安全协调小组办公室，审查外网内容的相关事务。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所谓境外网络安全协调小组办公室与常规的政府部门不同，目前没有被列入公开的省级机构名录，也没有发布任何的正式公告。
12月下旬，多名内部人士证实，这个机构已经在部分的省份运作，但整体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但是呢，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再怎么封锁，它总是要跟外部世界、跟外部的互联网要连接起来。海外的网络对国内的影响与日俱增，使中共感到了危险。2015年，中共已经提出网络主权概念，目的是管控境外信息和活动，扩展域外管辖权。网络主权概念在境外网络空间是很难去实施的，特别是像境外的一些社交平台，通常是由外国公司去营运，然后伺服器也就是在境外，那中共是无法直接去行使管辖权的，所以他就透过设立境外网络安全协调小组办公室，试图以软性的手段跟舆论引导收买意见领袖、技术监控等，去实现对境外网络空间的间接管辖。王鹤说，海外大约6、7千万华人都跟国内有着各种联系，海外信息大规模涌入中国，是中共对国内人的洗脑破产，这让中共感到恐惧。这个机构的设置，它标志着中共的战狼外交对海外现在采取一种进攻态势，现在要把海外的不同声音尽可能的给它消灭掉。所以中共这个做法，它对国际社会是严重的威胁。各个政府应该正面对待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搞的跨国镇压呀，跟这些机构应该有某些关联。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苑秋月采访报道。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美国各州提免费校餐，争议批评接踵而来。从疫情爆发以来，为学生提供免费餐食的现象在全美各地蔓延。目前10几个州正在推动相关立法，惠及所有学生，但同时这一政策也引发了争议和批评。免费校餐就是无论家庭收入高低，学生都能够享用学校的免费餐食，这是一个好主意吗？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有11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议员都提出了免费校餐提案，等待审议。而有些地区已经开始实施了，加州、纽约州、科罗拉多等9个州已经开始为公立学校的学生提供这项福利。其中，纽约州长赞扬免费校餐不设任何的门槛，不仅能让家庭省钱，还能确保每个学生的营养均衡。阿肯色州和宾州则只为学生提供免费早餐。纵观全美，有超过1/4的公立学校都为学生提供免费的餐点。但是这一现象也遭到了批评。爱荷华州的参议员丹尼斯·古斯认为，免费应该只提供给真正需要的人，强制推行免费校餐的立法削弱了地方政府及学区的自主权。事实上，美国农业部一直有为弱势儿童提供免费或低价校餐的政策。在2024至2025学年，多数州规定一个3口之家年收入必须低于$34,000才有资格获得免费校餐。政府问责基金会更是指责，这是一项为不需要的人提供的、由纳税人买单的大规模食物券扩张计划，还会让数百万中产或高收入家庭学生依赖政府福利，对州政府和学生而言都不划算。数据统计，全美只有14个州还没有提出免费校餐的提案。下面把时间交给主播。下面来看今天的财经快报。资料显示，今年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让美国科技富豪的身家暴增，其中硅谷10大科技公司的创办人与执行长的个人资产从年初的1.8万亿美元增长到平安夜收盘时的2.5万亿美元，净增加了5500亿美元。他们中，马斯克的净资产增长了近50%，为6450亿美元，稳坐全球首富宝座。英伟达的市值今年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其创办人黄仁勋的身家也一举冲到1560亿美元，目前是全球排名第8的超级有钱人。美国股市2025年牛气冲天，年增长率超过15%，第3季度 GDP 涨幅也高达4.3%。经济学界目前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在2026年将会保持良好涨势。保守派智库曼哈顿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施瓦格周五表示，美国政府在为民减税，企业在增加投资，美联储还会进一步降息，能源成本也在下降，以及关税政策将越来越明确。这5大因素会让美国明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此美股会继续保持牛市。
但华尔街对未来也有一些负面的声音，主要是担心人工智能泡沫会在2026年破裂。周五，期货和现货白银价格都突破75美元大关，其中现货白银创下75.62美元的纪录，年内涨幅高达161%。黄金价格也再度飙升，其中现货黄金涨到刷新纪录的每盎司4533.14美元，期货黄金则涨到每盎司4559美元。其他贵重金属也纷纷涨价，现货铂金价格冲到每盎司2448.25美元，刷新历史纪录。本周美元汇率下跌，让持外币的投资者更乐意购买以美元结算的贵重金属。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圣诞节庆和公益同行，爱心遍及世界角落。关系到你人生的秀，这就是你生命等待的。神韵，每年一套全新节目。看着他们健康是我最大的满足。为工作奔波的先生要维持好的体力。面对考试的压力，孩子需要好的记忆力。年迈的父母需要提高免疫力，才能对抗疾病。为了家人的健康，我选择普瑞堂玄宝黑参。普瑞堂玄宝黑参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深入滋补身体。坚持选用6年根高丽参，遵循东医保健的传统手工制法，9次蒸煮与曝晒，大幅提升抗癌人参皂苷含量，其含量比红参多出8倍，有效成分人体吸收率高达80%，是红参的6倍，抗癌降血糖的效果更显著。上等的滋补品，老少咸宜，4季皆宜。普瑞堂玄宝黑参，献给最爱的人。从伦敦、罗马到杜拜，世界各地民众以圣诞老人巡游和节庆活动募款行善，将圣诞节的爱心、希望和温暖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在英国伦敦，上千名民众身穿圣诞老人服装，骑着自行车穿越市中心，展开1年1度的圣诞巡游。今年是活动第11年，持续为支持心脏病儿童的 ECHO 慈善机构募款。行程最后，车队将返回圣汤马士医院，为病童与家属送上圣诞礼物，传递节日温暖。This is what Christmas is all about: giving and raising money, not just taking all the time. You've got to give, and that's what we're here to do today. 在意大利罗马，数百名装扮成圣诞老人的民众骑着自行车绕行罗马竞技场与帝国广场大道。这项活动今年迈入第14年，终点设在支持癌症病童家庭的彼得潘之家慈善机构。The reason for the ride is so special to me that I decide to do it every year. 同一天，罗马街头也举行了摩托车版的圣诞游行，为遭受暴力与贫困影响的人们募款，协助他们重返社会。而在威尼斯，大运河上上演圣诞老人赛船会。贡多拉划船队伍组成的水上巡游，让节庆气氛延伸至城市水道。在中东杜拜，全球村与朱美拉古城市集布置了大型圣诞树与节庆灯饰，还有音乐和各式表演，吸引居民和游客前来共度圣诞佳节。I feel like they're truly celebrating the tradition of Christmas, and I just love it. It's such a nice way to spread the kindness and the joy of Christmas. 夜空中飘落的七彩人造雪花，为挂满礼物的圣诞树增添梦幻般的节庆气氛。整座城市的人们都沉浸在圣诞的欢乐之中。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宁修综合报道。以上就是本期的晚间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